嗨，我是 Ten。今天呢，我来到我爷叔叔的家。就像上次讲的，这一次我要帮他做防水，因为他上次乱做啊，只有上弹泥而已，而且女儿墙也都没做哦。我只在看了一过呀，所以身为防水达人的朋友呢，一定要来给他处理一下。我打算的话，就是会弹泥的部分，我考虑要不要给他再重补一层，因为他自己上完弹泥之后，已经隔了1年了。然后这样吹风日晒啊，其实这个表面啊，我觉得不是很好啦。而且它当初上的时候只有上2层而已。那包含瓷砖的部分啊，女儿墙的部分，还有那上面的然后推出来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也会给它补强一下，这个都要重新洗过。那现在我们在后面已经开始在洗了。这种是完全没有任何保护的一个水泥层啊，上面都长满了这种应该算是青苔的东西啊。这个把它洗干净，它的附着力会比较好。然后这种都已经踢刷了，你看那扛，那个沙就已经掉下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开始处理吧 ，Go。那关于墙面上黑黑的那个东西啊，我把它归类在是青苔的尸体啊。不平整的墙面上啊，让青苔更好寄生在上面。使用冲洗机把起粉起沙的女儿墙啊清洗干净之后，墙面上的小细纹啊，立马表露无遗啊。再次强调，顶楼泄水坡一定要做好，像袁叔叔这间就完全不会积水，做得非常好。再来呢，雨水从女儿墙渗漏啊，造成壁癌的案例也真的是非常常见啊。那所以女儿墙一定要上防水漆。当初我会买这一台莱姆的高压冲洗机啊，主要还是希望说可以清洗地板之外啊，过年过节的大扫除、洗窗户啊都可以做使用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压力我评估到手拉是最高的那种层级啊，那希望以后排水管有阻塞的话，可以拿来清洗。那一直还没有去完成这个计划，那所以后面再跟各位介绍这台高压冲洗机的规格。好，有粉丝问这台高压冲洗机是哪一台？那我是上网去找这种手提拖拉式的压力它最大的。那这种小型的高压冲洗机啊，它通常4、5千块，它会落在80至100。PSI 之间那这一台的压力是165相对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我就选择这一台。它的缺点就是很重，真的很重，自己上网去看一下。然后它的头啊，我现在喷起来的话，它是这个15度的最好用。那因为0度的话，它喷的面积太小了。自己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上网去看一下。这品牌漆好像是差9000吧，价位的话会落在1万以内。那你如果压力要到240 PSI 的，都是那种大型用手推的那一种，像一台车子这样用手推的，它相对马力就比较大，那种适合来通管。它这种清洗的话，基本上这个算是165 PSI， 算是足够用的好啦，今天大致完工了，然后整个墙面洗得很干净，感觉很舒服啊。下一次的话，我们打算地板的部分，我还在评估看要买什么料，到时候再实际操作给各位看。好，先这样，来。他们今天要做阿元叔叔家的一个防水漆，上次来已经有先帮他做那个上面的青苔先清掉了。这一次也是一样使用金丝华的材料，好，来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。因为它的墙壁起粉起沙很严重，所以我们底漆的部分选用油性的 T930的部分，它可以抑制整个起粉起沙。然后它只会薄膜女儿墙，因为它的地板已经有做过底漆。那弹性水泥的部分，我们是利用295，然后它的特性是它本身有加纤的材料可以抗拉扯、抗撕裂，所以这个对 DIY 来讲的话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。然后这个部分会涂抹地板，还有包含女儿墙，地板再加涂1层，女儿墙也1层就够了。
女儿墙面漆的部分呢，我们会选用这种731，它是自洁性的，也就是说它比胎哥的这个脏的东西比较不会附着在上面。我们试用一下731，看一下它的效果。然后瓷砖透明防水漆，我们就会擦前面那一块瓷砖的部分。然后再介绍面漆的部分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用有加铅的材料647。铅抗漏，那弄来气泡买的。那这一次的材料大概就是这一些。OK， 先这样，那我们再找时间施工。事隔1个多月了哈，我们终于来做袁叔叔家的顶楼防水。哦，那这个是我新请的员工，那个印尼籍的，认真一点啊，不太会讲中文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清洁地板，待会直接上漆。好，那各位施工前，我先讲一下注意事项。那因为地板已经有水性的弹性水泥了，那我们待会女儿墙要涂油性的。那油性的如果滴到地板的话，它有可能会把水性的漆把它摇起来。那滴到地板的话，我会请袁叔叔马上把它刷开来哦，那就是算是保土啊，立马干的话就不会有问题。好，开始施工。哦，这才透明的呢。好啦，我相信能够看到这边，一方面是那3% 支持我的好棒棒粉丝们，另外一方面是那97% 没有订阅的朋友们。如果支持大叔的频道呢，也请帮忙订阅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这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还有音乐的部分呢，我用的是 RS 版权音乐，好的音乐呢，能够让我剪辑的时候心情更加的愉悦啊，所以这笔钱是不能省的。那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各位。像这种裂缝的话就是要涂厚一点，让它渗进去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底漆已经涂完了，然后这一面墙壁啊，底漆涂完的状况，完全把那个7分起砂整个都抑制住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要上295的黑色弹泥。那我也不知道它干的速度是怎样。今天的天气阴阴的，我们会视干燥的速度来去判断说要不要再上第2层、第3层这样子。请看呢，继续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先上这个瓷砖面的部分526-1，那直接上就好了。我们上次已经有把墙面先清过一次了，所以它是非常的干净的阿丁管的胶塞。那漆的部分是属于比较浓稠的建议买甲苯回来稀释再上漆。来，我们再稍微解说一下面对这种瓷砖的话，我建议还是用滚轮会比较适合，因为它由下往上的时候它的漆会堆在上面，有没有然后它就会把它灌进去瓷砖缝里面，由下往上，所以用滚轮是比较合适的。你如果用油漆刷在那边慢慢刷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不好渗进去的你等你刷完的时候，你的球已经碰趴。那油漆刷的部分，你要全部都渗透进去的话，你就要这样，然后你刷过去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一次性过去就把它刷得很完整。你也按就你像那个滚轮刷过去的，整个就是填满的。接下来我们来上弹泥，开浆哦。来，水公先给我拿起来。加一寡水太浓稠了。像这种裂痕的话，就是适合涂厚一点，然后把它整个覆盖过去。295加铅的弹泥。
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石英砂的感觉。然后重点是它那个夹线的部分，有一条一条的线。今天早上的部分呢，第一层底漆全部都上完了。然后底漆的部分，女儿墙都涂完之后，然后剩余的我就把它涂在这个地板上面。薄涂是可以不要厚涂接下来我们前面的坛泥已经上完了，然后就准备下去吃个饭下午再继续。那下午起来的话，看前面坛泥干的程度怎样，看能不能上第2层下午再做决定。排骨虾的饭。来各位，现在下午1点多，我们中午休息完了，然后现在准备上楼梯处那边的坛泥，还有后面那一块。那在上之前呢，我们先来处理前面这边。在之前我不是说那个油性跟水性的差异是怎样，我们就当场验证了。也用比较多油性的漆残留在水性上面的时候，就会把水性的摇掉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个状况，这边它的底漆可能没有上得很好，然后造成它把它摇起来。你看这边就没有脱落，这边也没有，但是这边就剥落了整排的话都没有，只有这边。这边就比较明显的就破起来然后破起来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割掉，重新上漆。你如果不处理的话这边只会越凸越严重而已。觉得可以再割大一点。我本身就觉得它底漆应该没有做得很好，然后就稍微湿就起来了。这边重做，其他底漆有牢牢的扣住。各位，这个纤维的部分应该看得很清楚吧？OK， 来，现在中途的弹性水泥已经上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要上这个女儿墙731自洁型防水隔热弹性漆。那自洁型的话，它是比较不会脏到那个脏污，较袂太割啦，咱试看卖，用自己擦漆看卖。OK， 开始，这漆是呈现乳白色。谁呢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用647先抗漏它有加纤的一个防水材，最后一层面漆。下面那个女儿墙已经弄完了，很漂亮。开始。昨天做太晚了，然后扣药。今天严叔叔又自己再涂一层。哦，我都查北个啦。哦，这无法度行咯，眼睛睁不开。
哦，我就这么。白色真的超亮的，还是建议说顶楼可以的话，不要挑白色的，太刺眼了。上班不上班，然后休假来做这个，也是蛮疗愈的啦。